有觉得我这个尤克里里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儿，不用怀疑，琴没走调。第一次做琴也没什么经验，在网上找了个图纸就直接开始做了。先刻出来琴身的样子和琴梁的位置，切木材的时候可以比对一下，心里好有个数。木头的话，我找了一块带花纹的枫木，这还是疫情前打折的时候买的。当时图便宜买了好多，所以即使做坏了，浪费掉也不会太心疼。量出大概需要的木料，切下来，再用平包机找一个直边。用带锯把木头片开，再用砂光机把表面打磨平整，厚度要比最终的木板厚一些。接下来就是制作模具了，模具有两部分，外沿和内沿。我是用数控机床雕刻的，所以两部分得分开做，因为洗刀的直径比琴的侧板宽太多了。每个模板上都刻了几个小洞，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整齐地拼在一起了。现在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逛个超市，买个卷发棒。这个卷发棒是用来弯曲侧板用的，其实有卖专门的工具，不过我这里的实体店里没有货，网购的话得等1周多，所以就用卷发棒代替了。用水把木板打湿后，就在卷发棒上一点一点的加热弯曲，差不多的时候用木板夹起来固定。隔天等木板干了以后，把它拆下来，准备好模板和夹钳。把弯曲的木片涂上木胶，再夹上去，这样等胶干了以后，侧板的形状就出来了。找一块板子贴上砂纸，好一会儿打磨用。把侧板边缘参差不齐的地方处理一下，画出侧板的端头，再把多余的部分切掉。
接下来雕刻侧板的上下支撑木，上支撑木中间有个榫槽，是等会儿固定琴颈用的。这一步没必要用数控机床来雕刻，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有。用胶带把2块侧板合上，简单固定一下，然后再把支撑木粘上去。把侧板拿到砂纸上打磨两边的轮廓，打磨到侧板的边缘和支撑板对齐。其实可以先用刨子削去大部分多余的木头，然后再打磨。但是我没有手工刨，所以打磨了好久。拿一块之前多切出来的备用侧板，用裁纸刀把它切成木条，粘在侧板的内部边缘上，主要是用来增加固定面板接触面积的。一面做好了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好麻烦，所以还是选择了传统方法，把整只木条每间隔一定距离切一刀。刚开始没这么弄，是因为我懒得做这个小工具。同样的，在模具上比量长度，多余的部分直接掰下来就行。两边都粘好以后，再用砂纸打磨平整。其实一把好琴，面板和背板都是有点弧度的，但是需要再做一个有弧度的打磨板。反正我也听不出来好坏，所以就这样吧。刚才在粘支撑木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2块侧板的接缝处有缝隙，琴身上面的缝隙可以用琴颈盖住，下面这里就得镶嵌一块木板上去了。浇干了以后，把多余的木头切掉，再打磨平整。侧板上面把盖住支撑木榫槽的部分切掉，再用修边机沿着榫槽修整一下。在榫槽内垂直钻一个孔，稍后用来固定琴颈。把片好的面板和背板像番薯一样的打开，这样2块板子上的花纹就对称了。在一块平整的板子中间贴上胶带，防止沾上溢出来的木胶。把2块板子用胶带合上，粘胶带的时候稍微抻一下，这样它自身的弹力还能起到夹钳的作用。在接缝处涂上胶，压平，再铲掉挤出来的木胶就可以了。
粘好的板子用砂光机打磨几遍，用一开始做的模具在2块板子上描出大概位置，先欣赏下前身的纹理。再把前身的轮廓给切出来，但是要比面板的最终形状大一圈。切好的2块板子用砂光机打磨到最终厚度。这次打磨的时候，要把木板左右来回翻转，这样能让面板的厚度更对称。接下来就是粘阴梁了。阴梁的作用应该是用来增加琴体强度的。按照图纸画出每个阴梁的位置，然后再一个一个的粘上去，用夹钳固定。在对应琴码的位置粘一块木板，它应该有一个学名，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用胶带先粘一下，是为了防止拧紧夹钳的时候打滑。制作尤克里里或者吉他的时候，一般都有专用的夹钳，或者大部分人会用好多柱子顶着的那种，那样会方便很多。等胶干了以后，用笔描出多余的部分，再用铲子铲掉就好了。把每个阴梁修整一下，除了可以减轻一点重量，我再想不出来其他原因了。不过既然它叫阴梁，应该会对音色有影响吧。至于美观，成品完成后，顶多能看到音口下面背板上的那2条。大部分吉他或者尤克里里琴身的内部表面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不知道是故意不涂漆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但是我觉得时间长了，木头的内外表面湿度不同，对木材会有一定影响，所以我就用这种干得比较快的清漆，把琴身内部先给涂一遍。在侧板的边缘涂上木胶，把背板和面板扣上去，用夹钳固定。胶干了以后，去掉夹钳，把支撑木榫槽上的木板锯下来，用修边机沿着侧板削一圈，机身基本就完成了。制作过程中才知道，尤克里里有3种不同的配置，分别是合板琴、面单琴还有单板琴。
那我这个侧板是合板，前后都是单板的，算什么？这个情景的制作方法是我自己瞎琢磨的，在一块大一点的板子上雕刻出情景的左右两边，再在一块厚度和侧板上面支撑木的榫槽宽度一致的木板上雕刻出情景中间部分，然后把3块木板粘起来就行了。做完这个尤克里里之后，看了些相关视频，在吉他社官网有一期讲情景的视频里介绍了5拼情景，就是在3块硬木板中间加2块更硬的木板，具有很好的抗形变能力，所以我这个3拼的情景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再加上木头的纹理是错开拼接的，每块木头的形变也能相对抵消掉。削干了以后，把接缝处都给打磨平整。琴头会相对宽一些，所以直接在木头上雕刻出来插琴颈的部分，这样粘上去以后看起来更完整。把琴颈插到支撑板的榫槽里，从里面用和螺丝孔直径同样大小的钉子敲2下，在琴颈底部留下个印记，在这个印子上钻个孔，再拧上螺母，用螺丝把琴颈拧上就可以了。其实这期间调整打磨了好多次，视频长度的原因就不细说了。纸板我还是挺推荐用数控机床来做的，主要是不用去计算和测量品格的位置。把纸板摆在琴颈上合适的位置，用笔描出轮廓，拿到带锯上切掉多余的木头。再把琴颈的背面打磨出我想象的样子。最后把纸板粘上去。在等胶干的同时，顺便把琴码雕刻出来。先雕刻放琴枕的位置，试了一下，太松了。调整模型，重新再刻一个。用钻床在琴码的底部钻4个小孔，用来绑琴弦。把雕刻时留下来的刀纹打磨平整，棱角边也处理一下。
在面板上测量出琴码的位置，把它粘上去就行了。我看别人做琴都是在琴涂完漆以后再粘琴码的，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纸板粘住以后，把接缝处打磨平整，把琴颈插到琴身上，标记出与琴身边缘交界的位置。用修边机处理琴身边缘的时候需要避开。最后用木胶把琴颈粘到琴身上就可以了。这个琴差不多就做完了，再整体打磨几遍就可以上漆了。我先喷了3遍漆，不过手感不太喜欢，摸起来有点粗糙，所以最后还是选用涂抹的方式。又涂了3遍漆，每涂1遍我都是这样晾干的。用锯片薄一点的锯把固定品丝的位置稍微划几下，毕竟刚才上了好几遍漆，然后把品丝挨个装上去。放上琴枕，拧上弦轴，最后装上琴弦。弹了几天，因为当时品丝没有好好打磨，所以扫弦的时候偶尔会划到手，而且琴颈的背面也没有什么弧度，琴弦压不准，反正就是弹得不好，并在各种外在因素上找原因，所以把琴颈重新加工一下，用锉刀在琴颈的2端磨出满意的弧度。然后买回来了一把修边鸟刨，在中间削来削去，用锉刀把品丝2端打磨光滑，然后重新刷漆。我做的这把尤克里里和大部分人认识的不太一样，它是低音尤克里里，不仅尺寸大，就连琴弦和调音也不一样。做尤克里里还挺上瘾的，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些呢？